最近俄罗斯又向朝鲜采购了一批炮弹，没错，不是朝鲜买俄罗斯的炮弹，而是俄罗斯买朝鲜的炮弹。这一下俄罗斯要变成朝鲜小弟了，开个玩笑，扯远了。咱们回归正题，此次俄罗斯买朝鲜导弹用于支持其在俄乌前线的战士。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的报道，这并不是俄罗斯第一次向朝鲜采购炮弹，可见其国内炮弹的生产已经出现了严重短缺，所以才需要依靠朝鲜弹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从俄炮弹短缺透露出来了哪些问题，俄军又为何会注定失败。首先便是俄军弹药已经十分紧缺，俄乌战争进行了3年，目前俄军的弹药供给已经出现了明显问题。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的报道，近期朝鲜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支援力度，近1000枚短程弹道导弹和10万发大口径炮弹正从平壤运往俄罗斯。去年12月就有一批朝鲜北极星2运往俄罗斯，今年2月朝鲜又向俄罗斯运送了新一批武器，包括 KN-23 短程弹道导弹、122毫米以及152毫米口径的榴弹。俄乌冲突进入第4个年头，俄军日均发射炮弹量从巅峰期的6万枚骤降到了 1.2 万枚，暴露出了俄军工产能的致命短板。为了维持战场的火力输出，俄罗斯不得不寻求外部的弹药支持，而朝鲜的弹药则是俄军最佳的选择。因朝军仍在广泛使用苏俄武器系统，可以完美的兼容俄军装备，成为俄军重要的供应来源。然而对于俄罗斯来说这种情况并非长久之计。一方面，过度依赖外部弹药供给会使俄罗斯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一旦朝鲜方面的供应出现问题，比如受到国际压力或者是自身生产能力受限，俄罗斯的前线弹药将面临短缺，从而影响作战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这种依赖也反映出俄罗斯军工体系的脆弱性。长期来看，如果不能解决自身军工产能的问题，俄罗斯在战争中的持续作战能力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其次便是俄军严重的兵力短缺，近期俄罗斯再次大规模征兵，在俄乌战争陷入长期消耗战的背景下，征兵也是俄军的无奈之举。从战场形势来看，俄军现役部队已轮战3遍以上，职业军人损耗率达 43%。为维持1200公里战线，俄军日均需要补充900名士兵，这相当于每100分钟消耗1个步兵。在这样的情况下，普京签署春季征兵动员令，要求100天内征召16万青年奔赴战场。此次征兵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补充前线兵力，以应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试图在战场上取得新的突破，但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在战争中的困境。随着战争的持续，俄罗斯的人力资源逐渐枯竭。这里大必要强调一点，俄罗斯的人口并不少，但依旧面临人力短缺的问题。因为普京并不敢大规模征兵，在俄罗斯国内有很大一批人并不赞同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例如在达吉斯坦征兵战前的暴力冲突，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37% 的休学率，加里宁格勒青年翻越立陶宛边境的逃亡潮，都显示出民众对征兵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社会对战争的支持度，影响国内的稳定。而在军事层面，大量征召缺乏军事训练的新兵会降低军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新兵需要时间来适应战场环境和掌握军事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成为战场上的负担，增加伤亡率。而且新兵的大量涌入也会给军队的管理和指挥带来挑战，影响作战效率。因此普京并不敢进行大规模征兵，只能在有限的征兵条件下尽可能的忽悠俄罗斯青年自愿的去填线。说完俄罗斯国内的问题，我们将视角转移到战场上。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正面临着极为棘手的多线作战的困境。从主要战线来看，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的战斗持续焦灼，乌军凭借着西方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和情报支持，不断对俄军防线发起冲击。俄军需要投入大量的兵力和装备来维持防线的稳定，防止乌军进行突破。在南部战线，赫尔松及扎波罗热地区同样是双方争夺的焦点，这里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还涉及到能源资源和交通要道的控制权，这对兵力的调配和作战计划的制定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此外，俄罗斯还需要在边境地区保持一定的军事力量，因为芬兰加入北约后，俄罗斯不得不加强在与芬兰接壤边境的防御，以防北约可能的军事威胁。而在东部，日本和韩国对俄罗斯的不友好态度也使得俄罗斯需要在远东地区部署兵力进行防备。
多线作战对俄罗斯的兵力和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消耗。为了维持各条战线的作战需求，俄罗斯不得不分散兵力，这导致每条战线上的兵力相对不足，难以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同时，资源的分散也使得后勤保障变得更加困难。武器装备的维修和补给、士兵的生活物资供应等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长期的多线作战让俄罗斯的军事资源逐渐捉襟见肘，战争的持续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俄罗斯在国际上正陷入日益孤立的处境，北约的持续扩张对俄罗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芬兰加入北约，使得北约的军事力量进一步逼近俄罗斯边境，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间被大幅压缩，这意味着俄罗斯需要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来应对来自北约的潜在威胁，从而分散了在俄乌战场上的精力。除了北约，其他国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加入到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列中，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对俄罗斯进行打压。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受阻，科技发展受限。能源是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支柱，出口受阻使得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消耗。在科技领域，制裁使得俄罗斯难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影响了军事装备的研发和升级。在外交方面，国际孤立使得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受到削弱，难以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和理解，这也限制了俄罗斯的战争选择，在处理俄乌冲突时面临着更多的外部压力。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无疑给其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局势带来了更多的不利因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犹如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严重束缚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在能源领域，制裁措施使得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遭遇重重阻碍。欧洲作为俄罗斯传统的能源出口市场，大幅减少了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转而寻求其他的替代能源，这导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量锐减，财政收入遭受到了重创。能源产业是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支柱，出口受阻使得相关产业链受到波及，众多企业面临经营困境，失业率上升。在科技方面，制裁限制了俄罗斯获得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渠道，许多西方国家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这使得俄罗斯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军工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俄罗斯的科研机构和企业难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研设备和技术，研发进度放缓，创新能力受到抑制，经济困境对俄罗斯的战争持续能力形成了明显的制约。战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采购，以及士兵的训练和后勤保障。然而，经济制裁导致俄罗斯财政收入减少，并出现资金短缺问题，使得俄罗斯在战争资源的投入上捉襟见肘，无法及时更新和补充先进的武器装备，士兵的待遇和训练条件也难以有效改善，这无疑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战争的持续进行。看完俄罗斯的弹药、兵源、战线、外交、经济五大领域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俄国内的情况。大规模征兵和战争的长期消耗，使得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众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征兵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动荡。在征兵现场，不时出现暴力冲突事件，民众被强制送上战场，表示强烈不满，许多家庭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去前线冒险，这种抵触情绪在社会中广泛蔓延，社会阶层分化也在加剧。战争使得一些与军工产业相关的企业和利益集团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普通民众却要承受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和人员伤亡。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矛盾，一些地区的贫困问题更加突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也变得更加紧张。社会矛盾的激化对国内稳定和战争支持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国内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同时，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下降，会使得政府在战争决策、资源调配等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如果社会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俄罗斯在战争中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将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在军事技术领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信息化作战能力方面，乌克兰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拥有先进的情报收集、分析和传输系统。北约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卫星情报、电子战设备和通讯技术，使得乌军能够实时掌握战场态势，对俄军的行动进行精准监测和预判。相比之下，俄罗斯的信息化作战体系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在某些方面仍显滞后。
俄军在情报共享以及指挥控制的效率上有待提高，导致战场上的反应速度相对较慢。在武器装备先进方面，乌克兰军队装备了许多西方先进的武器系统，例如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具有高精度、高机动性和远程打击能力，给俄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而俄罗斯的部分武器装备虽然具有强大的火力，但在智能化、信息化程度上与西方武器存在一定差距。这种技术代差对战场表现产生了显著影响。乌克兰凭借先进的信息化作战能力，能够在战场上更加灵活地部署兵力，实施精确打击。而俄罗斯军队在面对乌克兰先进技术时，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来应对。技术上的劣势使得俄罗斯在战场上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增加了作战难度和风险。俄罗斯军队在俄乌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耗。从人员伤亡情况来看，随着战争的持续，俄军现役部队已轮战3遍以上，职业军人损耗率达 43%， 大量有经验的士兵和军官在战斗中牺牲或受伤，这对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巨大的削弱。在装备损耗方面，长期的高强度战斗使得俄罗斯的武器装备遭受了严重的损坏和消耗，坦克、装甲车、火炮等重型装备在战场上不断被损毁，而军工产能的不足又导致装备的补充速度跟不上损耗速度。例如，俄军的坦克在与乌军先进反坦克武器的对抗中损失惨重，一些老旧型号的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较低，战力损耗对军队士气以及作战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让士兵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装备的不足也使军队在作战时受到了限制，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战斗力。随着战力的不断损耗，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的优势逐渐减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作战压力。总的来说在俄乌战争的泥沼中，俄罗斯深陷多重困境，失败的阴影正逐渐笼罩。从战争现状来看，弹药供应依赖朝鲜，大规模征兵又引发诸多隐忧。战略层面，多线作战压力巨大，国际孤立，处境艰难。经济与社会层面，经济制裁下困境重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军事能力上，技术代差明显，战力损耗严重。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使得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一旦俄罗斯战败，国内社会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经济也将遭受重创，国家和国际地位的影响力会大幅下降。从国际格局来看，北约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地缘政治格局会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压力，国际战略空间也会被进一步压缩。这场战争的结局无疑会给俄罗斯的国际格局带来深远持久的影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